各位贵宾，我们抵达墨尔本了，有感觉到墨尔本比雪梨还冷吧？现在是中午12点半，我们先吃午餐，然后我们就去坐蒸汽火车。那我们拉着行李上车吧。妈妈，你在看什么啊？我记得小火车是明天才去的，还是行程有做调整？而且感觉小火车在山上，吃完午餐才去，会不会来不及啊？各位贵宾，我们抵达了。中午吃意式料理，有提供汽水，请大家好好享用吧。这顿意式料理共有1道前菜、3块披萨、3盘面食。我们这桌共7个人分食，吃到后面大家都在求饶，因为分量多到根本吃不完。好在吃不完可以外带，最后导游跟餐厅拿了餐盒，大家各自分装带走。墨尔本的天气寒冷，放到晚上披萨没有坏掉，还是可以吃哦。我就是这么勤俭持家不浪费啊，连在国外也不例外。我觉得午餐真的好吃，只是分量太多了。跟团就是这样啊，时间到就要吃饭。好处呢是不会饿着，进餐厅一入座就有人上菜，不用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要吃什么。缺点就是餐餐都要吃，餐餐吃很饱。接着进入今天的主题，普芬古董蒸汽火车。我们搭乘的班次是下午4点15分。Carriage number 3 for you. 你们可以直接到 G3，那可以到车头去拍照。OK， G3 是。G3，那现在几点？4点出头。今天4点03。哦，好。我们坐的车厢只有我们自己人。对，这 G3。一切就绪坐定，等着火车启动的那一刻。等一下，我手机挂了，录影吗？录影。没有温暖啊，好臭哦，好臭。就回到他回他，你看看回再回他。沿途经过好几个平交道，澳洲人都会给予热情的挥手回应哦。1个小时的车程，窗边坐累了，就改在车厢坐着休息。然后网路上那个过弯美景，一直到快下车了才等到。对了，冬季来墨尔本坐蒸汽小火车，外套真的要慎选哦。一下车后，彤彤就一直喊好冷好冷。这是彤彤当天的穿搭，我穿的是在迪卡侬买的外套，标榜可以应付-20°C 的低温，是这几年冬天我骑机车上班时穿的。墨尔本4到13度的气温，这件-20°C 的外套刚好派上用场，让我在冷风中完全没有感受到寒意。行程结束，吃完晚餐我们就进饭店咯。今晚的饭店连住2晚，我个人觉得这间饭店是整趟旅程中最高级的。饭店新颖，设备也先进。这家饭店还有一个优点，就是楼下有超市可以逛。在雪梨的时候，团友都在问导游，离饭店最近的超市在哪？导游请我们不要急，因为墨尔本的饭店楼下就有超市。建议到墨尔本再好好逛，超商9点半关门，7点半进房间，放好行李后，我们就赶紧拎着钱包去超市。妈妈，你是在直播？赶快走了啦！好啦，等我啦，我来了。我们全团都有来逛超市，除了袋鼠饼干及波卡是大家必买的伴手礼外，还有一项商品大家都有买哦，那就是矿泉水。虽然导游说水龙头打开就可以直接喝，可是看大家购买的状况，应该是跟我一样难以克服啊。好，我装好水了。今天7点半乘换，9点45出发。上午的行程是墨尔本市区观光，我觉得墨尔本比较有置身国外的感觉，街上的建筑风格像在欧洲，地上的枫叶像在加拿大。第一站是圣派翠克大教堂，只停留15分钟，建筑本身就美，所以怎么拍都漂亮。
第2站是费兹洛花园。对，我们在这边只有20分钟，没有办法好好逛，不过也差不多啦，也没什么它对没什么特别，就是一个花园，所以太阳没有，至少大景点我留比较久，拍起来没有特别好看。第3站是体验市区古董电车，我们等了半小时，就在放弃搭乘的时候，终于出现了。2个门都可以，没位置就坐，没位置就站。先让人家下再上，让人家下再上。电灯、天花板与手把都充满着怀旧的气息。第4站咖啡巷，只有逛街经过，没有停留。在走到涂鸦巷的路上，还有看到 7-Eleven 哦。第5站也是最后一站，涂鸦巷。墨尔本的市区观光就在这边画下句点喽。午餐是芝士料理，跟昨天的意式料理一样，吃的大家不要的，一直在问导游后面没有了吧？但剪片时却觉得分量其实还好诶，但当下真的吃没多少，胃口马上就饱了。下午来到墨尔本必去景点菲利普岛，观赏企鹅归巢。游客中心设计得很有太空感。这里的企鹅是世界上最小的企鹅，又称为神仙企鹅。为避免遭受大型海鸥的掠食，它们会趁清晨天未亮时就出发到海里找寻食物，到傍晚再游回来。企鹅观景台分有头等、高级及普通观赏区。跟团的我们是坐在普通区，直到太阳落下才缓缓看到企鹅归巢。不过普通区离小企鹅距离还蛮远的，挺考验视力的呢。当目视到小企鹅陆续归巢后，建议停留约10分钟左右，便可以准备返回。回程走在木栈道上时，反而能更近距离地观察到小企鹅的身影哦。有几段路甚至近得几乎伸手就可以触及，体验更加生动了呢。妈妈，你看，又有小企鹅来了。小企鹅离我们很近诶，感觉手伸长一点就摸到了。为了保护小企鹅的眼睛，全程不能拍照及录影，只好在游客中心跟小企鹅雕像合照过干瘾。观赏完企鹅归巢，我们在邻近的中餐厅吃饭，吃饱后呢，就坐2个小时左右的车回饭店。感觉就是中午才从台北开到台中，晚上再从台中开到台北。本来预期回饭店应该是9点半，结果比预期的还早，8点半就回来了。所以我们跟团友一样，都直冲超市再采购啊！因为导游说后面的饭店都没有像墨尔本这一间这么方便了。然后明天7点半启程去机场，我们要回到布里斯本。只是没想到下机后却收到一个震撼的消息。不是行李遗失，也不是人为伤亡，而是令我期待的海豚岛被取消了。